这个男人顺着链子一路摸索，找到了身体已经腐烂、心脏却爱着跳动的曾祖奶。他提出了一个残酷的交易，只要告诉他宝藏的秘密，就赐他一死。曾祖奶同意了，因为活了上百年的他早已厌倦了这种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日子。秘密说完，男人也不含糊，一把大火连人带房全部点燃。从此之后，这个男人隔一阵子就有几枚金币，隔一阵子就有几枚金币，生活也渐渐奢靡起来。曾祖奶到底告诉他的什么秘密，能让他无限获取金币？要想搞清楚这个秘密，故事还要从创世之初说起。繁荣女神矗立在宇宙的中心，她的身躯就是大地本身，象征了无尽的黄金与食物。当宇宙初开时，这位伟大的母亲孕育出 1.6 亿个神奇，其中哈斯塔享受了母亲最深的宠爱。这种偏爱在心理学上被称为长子效应，往往会导致极端的自恋和占有欲。她的内心滋生了一种可怕的欲望，不满足于母亲给予的恩赐，贪婪的目光注视着母亲拥有的一切财富。哈斯塔成功偷取了母神的黄金，但当他试图夺取食物时却失败了，其他的神器联合起来攻击了哈斯塔，神力如雷霆般倾泻而下，每一击都得将哈斯塔击得粉身碎骨，他的身躯破碎，即将化为宇宙中的星辰。就在最后一刻，慈爱的母神出手，拯救了他最钟爱的孩子。但救赎总是有代价的，哈斯塔必须接受永恒的失败，他将永远不被崇拜，名字将从所有典籍中消失，被世人彻底遗忘。这位贪婪之神被封印在母神的子宫深处，开始了漫长的沉睡。而在遥远的塔巴德村，一群无知的先祖违背古老的禁忌，唤醒了沉睡的哈斯塔，为了建造神庙。从这一刻起，所有神奇的愤怒正如暴雨般倾泻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时间来到1918年，塔巴德村知道如何获取哈斯塔宝藏的人类只剩下一个地主老头和老头不死的曾祖奶。奇怪的是，老头仿佛并没有向哈斯塔索取宝藏，他花光了祖上留下的所有遗产，神殿作为居所也变得格外破败。老头没有妻子和嫡子，只有一个地位低下的仆人情妇和他生的2个私生子。这天兄弟俩回到家中，发现母亲去了地主的神殿，屋里空荡无人。他们意识到那位沉睡在屋内的曾祖奶即将到点卫士，若未能及时进食，后果将不堪设想。哥哥原本打算等母亲回来再处理，但弟弟显得焦虑不安，他担心一旦母亲吃亏，曾祖奶便会苏醒。自从哥哥动手准备饭时，便将送饭的任务交给弟弟。面对命令与恐惧，弟弟满心抗拒，却不敢违逆，只得战战兢兢地走向那扇通往黑暗的门。就在他即将接近时，母亲及时赶了回来，他重新做了食物，并亲自照料曾祖奶，同时为了修剪长长的指甲，一切再次回归平静。怀等哥哥得到母亲始终没有得到那枚承诺已久的金币，内心愤怒难平。他早已看透，地主根本无意兑现承诺，哪怕母亲在他身边服侍了整整12年，为那位垂死的曾祖奶悉心照料，也依旧换不来任何报偿。他希望母亲能够立场坚定地传话，如果地主仍不肯交出金币，那他们便不再照顾那个曾祖奶。整个村庄早已避他如瘟神，唯独他们一家还得默默承受这一切。话音未落，里屋传来一阵微弱的咳嗽声，母亲神色一变，立刻提起油灯走向屋内。曾祖奶哽咽的低语，声称自己不想要任何财宝，也不愿再涉足那个藏着诅咒的宝藏。母亲蹲下身，轻声安抚，劝他尽快入睡，否则哈斯塔就会来找他。不久之后，地主离世，母亲决定吃过晚饭后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塔巴德。对他们来说，这座村庄已经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东西。大儿子不解，既然地主无后，他们理应继承那座神殿，但母亲却明白，那座废弃的大宅已一文不值，留在那里不过是坐等饿死。村里人早已将他们视为异类，若继续留下，只会更受排挤。关于神殿里传说中的宝藏，母亲毫不留情地打破幻想。地主一生寻宝，最终却赔光了所有祖产，一无所获。提到那个被困的曾祖奶，母亲再无耐心，不再关心他的死活。大儿子提议不如唤醒他，从他口中追问宝藏的线索，毕竟他的地主的曾祖母或许知晓一切秘密，但回应的却是冷漠的否定。母亲已经决定天一亮就启程，前往那遥远的普纳。弟弟爬到树上，满怀好奇地追问普纳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哥哥简单地描绘出那座遥远的城市，说那里不再需要马匹或牛拉动马车，车辆可以自动行驶，是个遥不可及的巨大世界。话音未落，弟弟突然一脚踩空，从树上跌落，头部重重撞在石头上，当场昏迷不醒。哥哥急慌失措地立刻呼喊母亲，母亲赶来后不敢耽误，连夜找来一辆马车，带着弟弟前往医院救治。临走前，他将照顾曾祖奶的责任托付给大儿子，并叮嘱天亮之前他就会赶回，但在这期间，他必须独自承担起喂食曾祖奶的任务。面对未知与恐惧，他犹豫地问，如果曾祖奶醒来该怎么办？母亲冷静地告诉他，只需对他说出那句哈斯塔会来找你。但母亲已经踏上了离开的马车，没能给出答案。马车走到半路，母亲发现小儿子已经没有了呼吸。与此同时，大儿子独自留守在家，正手忙脚乱地为曾祖奶准备晚饭。屋内寂静无声，却突然传来一阵低语般的召唤。大儿子颤抖地走到曾祖奶的门口，
一个苍老而诡异的声音称他为小王子，引诱他靠近，换他开门。我不累，太累了。大儿子壮着胆子打开门，那是一位身形怪异、面貌扭曲的曾祖奶，他口中念念有词，眼神狂乱地盯着男孩。面对灯光，他露出痛苦表情，似乎多年未见光明。他抱怨自己被人用铁钉封住了下颌，只能靠一根管子进食。他贪婪地请求男孩投喂食物，并许诺只要满足他的胃口，就会透露宝藏的秘密。男孩试图确认宝藏是否藏在神殿之中，却只换来对方含糊的敷衍与愈发浓重的饥饿气息。曾祖奶开始失控，在喃喃细语间流露出掠食本性。他警告男孩，若不喂食，就只能吞噬他的血肉。男孩吓得跑到厨房点火做饭，可他一低头，竟发现曾祖奶将锁链锁在了自己的脚上。男孩仓皇地念起母亲教给他的咒语，却因恐惧而结结巴巴。他胡乱地提起各种神秘名字，企图吓退眼前的怪物，却始终没能喊出那个真正应被铭记的名字。关键时刻，男孩终于念出了哈斯塔的名字，这才成功让曾祖奶睡着。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母亲终于归来。大儿子第一时间问起弟弟的下落，却迟迟得不到回应。母亲在给小儿子火葬之后，带着大儿子准备离开这里。大儿子却还在惦记宝藏的下落，他劝母亲现在还有时间，只要返回神殿，就能从那位曾祖奶口中逼出秘密。他提议绑住他，威胁他，甚至不给他食物，直到他说出宝藏的下落。他坚信自己已经掌握了应对曾祖奶的办法。母亲却情绪激动，喝得他住口。他看出了一切，儿子心中早已被贪欲所占据。他愤怒地将金币塞到男孩手中，让他带着这象征堕落的金币闭上嘴巴。大儿子却还是不甘心，这才1枚金币而已，正在幻想着回去折磨曾祖奶，换取隐藏的财富。母亲怒不可遏地怒骂儿子贪婪自私，不知悔改。他声嘶力竭地逼他发誓，永远不要再回到塔巴德。面对儿子的抗拒，他威胁要将他投入河中，甚至诅咒他为何不是那个死去的人。母亲逼迫他在咒语泪水中立下誓言，直到他最终屈服，大胆喊出永不返回塔巴特的承诺。15年后，男孩雅克已经长大，他悄然返回了那座尘封已久的神殿。这里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灰暗天空，同样的连绵雨水，同样的压抑氛围，迎接了这个违背誓言的男人。他们再次走进曾祖奶的屋中，曾祖奶的身体早已枯朽，身体上甚至长出了一棵扭曲的树。他看到雅克归来，兴奋地叫住他的名字，承认他终于回来了。他们交谈起过去。曾祖奶提到，在丈夫死后，她本该被驱逐出神殿，但由于她是最擅长爬井的人，因此被留下来辐射家族的秘密。他告诫雅克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再次开启毁灭的循环。上一代的代价是他自己化为怪物。雅克虽然承诺不会接近那口井，却被曾祖奶一眼识破。他看得出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这位同样的欲望吞噬。他提灯劝解进入那扇门是雅克自己的选择，但一旦踏入就再也无法回头。他提醒雅克，不是所有继承而来的东西都值得占有，可雅克却冷漠回应，如果他不去取，总会有别人来取。曾祖奶怒斥他是个贪婪的家伙，而雅克却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接着走向那口被诅咒封印的古井。凭借熟练的手法，他成功从井中取出几枚金币，那闪烁的金属光芒映照了他眼中的欲望与胜利。完成了交换之后，他没有留下丝毫犹豫，抬头点燃了早已备好的火堆，烈火瞬间吞噬了整座房屋，也将那位承载了秘密与诅咒的曾祖奶一并埋葬。回到城市后的雅克，第一件事就是赎回被他遗弃多时的妻子，接着他为自己置办了一身体面的行头，彻底洗去了乞丐般的落魄模样。他拿出1枚金币，轻松还清了积压已久的外债。100 रुपए की मुद्रा है, 38 का उधार था मुझ पर, बाकी बचे 62। हाँ बराबर है, पीना उधर लोगे。从那天起，雅克的手中总能间歇性的出现几枚金币，生活也随之发生变化。他的日子不再是为了温饱而奔波，而是逐步走向了奢侈与满足。金币源源不断，而欲望也如影随形。雅克的行动变得越来越大胆，这体现了瘾的心理机制，就像吸毒者需要越来越大的剂量来获得同样的快感，贪婪也是如此。最初的几枚金币已经无法满足他，他需要更多，永远需要更多。而每次回收雅克金币的商人拉夫心中生出疑问，这个人看似无依无靠，却总是隔一段时间就能拿出几枚真金白银，仿佛拥有一座看不见的金矿。在他好奇与贪念，这让拉夫偷偷尾随雅克，
一路追踪到那座早已破败不堪的神庙。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雅克带着一个铁罐子，熟练地钻入深处的一口古井。过了一会儿，雅克从井中爬出，手里又多了几枚金币。拉夫顿着喜形于色，断定这口井下藏着真正的宝藏。趁雅克离开后，他随手潜入井中，想要揭开这财富之井的秘密。井里竟然通向一条狭窄的隧道。拉夫一路摸索着前进，来到尽头时，发现了一个封闭的大箱子。他以为金币就藏在箱内，迫不及待地打开，结果却发现箱子底部还有一道向下的竖井。他犹豫片刻，终究还得被贪念驱使的继续下探。他顺着绳子来到底部，眼前的景象令他心生寒意，四周一片血红，像是被某种活物的体液染透，墙壁微微颤动，仿佛中有东西在呼吸。没有金币，只有压抑危险的气息。他注意到雅克曾带下来的铁罐就摆在角落，出于本能，他打开了罐盖，里面赫然是一个做工诡异的面人，毫无解释的存在让他心头一阵发紧。正当他发愣之际，一个模糊而迅猛的黑影从暗中扑出，一声惨叫划破寂静，然后一切归于死寂。原来雅克早就发现了拉夫跟踪他，拿着铁罐子并非遗落，而是他故意留下的陷阱。当雅克再得下来查看情况的时候，拉夫已经变成和曾祖奶一样的同类。让这个铁盒子里面的面人到底是干什么用的？金币又是从何而来？雅克准备给变成怪物的拉夫演示一遍。原来这里正是繁荣女神的子宫，而哈斯塔正是被囚禁在子宫深处的恐怖存在。这个被众神遗弃的神器气灵极度凶猛，只要被他咬上一口，凡人便会化作与他同类的怪物。但同时哈斯塔又有一个致命弱点，当初哈斯塔虽然成功偷到了女神的黄金，却未能从女神手中夺得食物。从此他对食物有着近乎疯狂的执念，而面粉最为食物的原料，而成为他无法触碰的禁忌。只要在地上用面粉画出封闭的圆圈，就能将哈斯塔隔离在外。他绝对不敢踏入这个面粉圈内。但奇妙的是，同样是面粉制作的面人偶，却是他完全无法抗拒的诱惑。只要抛出这些用面粉捏成的小人偶，哈斯塔就会立刻失去理智，疯狂地扑过去抢夺。在哈斯塔全神贯注的咬面人之际，是了窃取他腰包中金币的最佳时机。但这场偷盗必须精确到秒，子宫是有生命的空间，丢在地上的一切很快都会被吸收吞噬，面粉也会在短时间内消散。而一旦哈斯塔吃完食物发现入侵者，结局只能死亡。这正是每一个金币的代价。重复的用面粉引诱，制造混乱，窃取金币，在生死边缘逃出的循环。在演示完毕后，雅克冷漠地丢出一盏点燃的煤油灯，火焰瞬间涂抹拉夫那扭曲的身体，为他送上终结的怜悯。转眼14年过去，时间来到了1947年。此时的雅克早已跻身富人之列，府邸宽敞，仆人成群，过上了令人艳羡的生活。他靠着从哈斯塔腰间反复偷取金币，积累起庞大的财富，几乎无人知晓他的真正来历与秘密。然而岁月并不宽容，随着年岁渐长，加上长期过度享乐与放纵的生活，雅克的身体早已不复当年。曾经矫健敏捷的动作，如今变得迟缓笨重。那套原本需要精确到秒的偷金流程，如今对他来说已经越来越吃力。他的动作变慢，反应迟钝，冒险次数也不得不减少。渐渐的，他开始频繁空手而归，意识到自己终有力衰之日。雅克开始为传承做准备，他决定将那套在刀锋上取金的技巧传授给自己的儿子。从孩提时期起，男孩便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接受训练，每天反复练习攀爬绳索、闪避反扑，在极短时间内扯下腰部拾起地上的金币。一道动作被拆解成每一个细节，反复磨练近乎本能。他必须学会在面粉即将被吞噬前完成偷盗，在哈德塔察觉前撤离子宫，任何迟疑都是死亡。10几年过去，男孩的速度与反应越来越快。雅各看在眼里，终于认定是时候让儿子真正面对那个世界了。于是父子二人踏上了返回塔巴德的旅程，那里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他们家族秘密的根源。कहते हैं उस दिन से देवताओं का क्रोध कुंभार पर पानी बनकर बरस रहा है। फिर मंदिर बनाए ही क्यों? क्योंकि अस्तर का श्राप हमारे लिए वरदान है। मतलब? जब तू अंदर जाएगा तो समझ जाएगा। अंदर कहाँ? देवी के कोख में。在神殿后院那口阴森的古井旁，雅克亲自教儿子制作面人。他告诉儿子，只需要在面团中掺入几颗鹅卵石，就能让哈德塔在咀嚼时耗费更多时间，从而为他们争取逃离的机会。教学结束后，雅克随手将面人扔掉，因为今天只是演练，不打算真正召唤哈斯塔。所有父子二人顺着绳索一同下井，穿过熟悉的潮湿隧道，直抵那片血红色的洞窟。这是女神的子宫。初次到访的儿子被眼前恐怖的景象震慑得不知所措。雅克冷静地指导他，用面粉在地上画出封闭的圆圈，作为保护屏障。याद कर, सोना तो उसने उठा लिया था देवी जी, और अनाज नहीं उठा पाया था, इसीलिए उसे साटे की भूख भी है और डर भी।
और इस तरह ने काटा तो दादी जैसा शाप लग जाएगा। इधर ला।男人好奇地询问哈斯塔何时会出现，雅各回应只有抛出灭人时，那个怪物才会降落。但今天没带灭人，只是练习。谁知下一秒，儿子就从怀中掏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面人，几乎在瞬间，哈斯塔出现了。雅各反应极快，滚入面群中避险，而儿子却因慌乱失足跌入圈外。危急时刻，雅各冲出防线去救儿子，眼看父子得以脱险，儿子就回头盯上了哈斯塔腰间的金币，现在千钧一发之际伸手抢夺，果然是亲生的，一个比一个贪心。混乱中，两人总算侥幸逃回井口，爬上地面。惊魂未定的喘息声中，雅各看了看身旁的儿子，眼中既有愤怒，也有一种复杂的满意。七成人已经准备好了。晚上回到家，母亲询问儿子洞里有什么。वो पापा और मेरे बीच की बात है तू घर संभाल। 夜幕降临，雅克的府邸迎来一位政府官员的造访。官员代表当局对雅克多年捐资助力地方事务表示感谢，但随即转变画风。政府透露即将对神殿进行接管，这无疑是一记重击。雅克的财路很快就要被切断。心急如焚之际，雅克突然得知儿子竟将前几天从哈斯塔腰间抢来的金币悄悄送给了自己的情人。得知此事，雅克怒不可遏，挥手就是一顿狠揍。父亲的愤怒尚未平息，儿子却像是为了弥补，反倒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指出每次偷几枚金币实在是太慢太少，不如干脆将哈德塔整个钱袋一并偷走，那样就能拥有花不完的金子。听完这个主意，雅克气得浑身发抖。他的儿子果然是有其父之风，甚至比他更贪婪更大胆。可是他也清楚，这不是说干就能干的事，一个灭人最多只能拖延几秒，哪够时间偷走整只钱袋。儿子却自信满满的回应，那就多带几个灭人，哈斯塔吃一个，他们就扔一个，靠不断转移注意力来制造空窗。这一句话让雅克沉默了，他心动了，但神殿尚未被封起，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वो इतनी गुड़ियां खाएगा? पापी ने तो कहा था कि वो 10 जन्मों का भूखा है। 雅克做了决定要赌这一把，他答应儿子，只要这次能顺利拿出钱袋，就给他娶媳妇儿，用真正的财富开启另一个人生。准备就绪后，父子俩带着大量面粉，载着他俩前往塔巴德的旅程。这一次，他们不再是为了几枚金币，而是要赌上全部，夺走哈斯塔的钱袋。在井边，他们制作了数十个面人，所有猎人顺绳而下，重返那片潮湿血腥的子宫洞窟。儿子迅速用面粉在地上画出保护圈，父与子站在中间，神情难掩兴奋。雅克拿出2个面人，正得意地准备抛出诱饵时，脸上的笑容却僵住了。他瞳孔微缩，盯着前方的黑暗。在哈斯塔身后，竟又出现另一个哈斯塔。他低头看向手中的面人，意识到某种规则已被打破。而此时毫不知情的儿子将袋中的面人一股脑全部倒出，引来越来越多的哈斯塔。成群结队的怪物从血墙之中爬出，眼神饥饿而狂乱，迅速将父子包围。雅克神色骤变，慌忙让儿子收起剩余面人，但以为时已晚。面粉圈内只剩下恐惧与悔意。他终于明白，这一切的起点是自己清晰的贪婪的本能。危急关头，雅克做出最后的决定，他将所有灭人绑在自己身上，甘愿成为活儿，吸引哈斯塔的注意力。他要为儿子打开一条生路。儿子在一旁哭喊着，哀求父亲不要这样做，但雅克没有回头。他渐渐地抓住绳索，独自爬上井口。无数哈斯塔如潮水般扑来。等一切平息，儿子爬入井口，却看到父亲变成了怪物。他的手里攥着钱袋，质问儿子：“你不是想要这个吗？拿走它！”儿子没有伸手。那一刻，他第一次不再贪婪。他将火把投出，亲手将父亲和那着象征诅咒的钱袋一同点燃，火焰迅速吞没了父亲。雅克在泪眼中仰头露出快意的笑容。他终于明白了当今藏苏丹为何现在要被焚烧，拿着对命运的挣脱，是对贪婪的清算。